他连斩2任皇帝，3天时间血洗邺城，残害20余万羯人，驱逐数十支北方胡人部族，导致数百万人死在路上。后人却评价他是屠夫天子，他就是暴君冉闵。然而没有冉闵屠戮胡族，也许1700年前汉族就灭绝了。今天就一起走进那段历史，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。故事呢，要从西晋起源说起。曹魏打破3国鼎立的局势，一举夺取了汉家天下。然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魏国大臣司马懿的后代再次篡位，从曹氏手中摘走了胜利的果实。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，大力推行分封制，想让司马氏共享天下。然而这也埋下了祸根。时间来到西晋末年，皇后贾南风把持朝政，引发了八王之乱。8个藩王互相打架，轮流当家作主，直接架空了皇帝。当时由于连年的战争，中原地区人口锐减，统治者就试着引入一些胡人，填补缺失的人口。这些胡人在中原的待遇并不好，受到汉人百姓的歧视，一些仇恨的种子逐渐发芽。而八王之乱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，晋室分裂，国力空虚，胡族就觉得自己机会来了。公元304年，氐族领袖李雄在成都自立为王，匈奴贵族刘渊成立前赵，正式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。西晋派兵前去平叛，反被前赵歼灭了主力军，这再次对西晋造成了重创，西晋从此一蹶不振。那个时代的胡人还未开化，行为方式简单残暴，每当占领一座城市时，就直接屠杀满城的百姓。其中被杀的百姓大部分是汉人，他们残忍地屠戮汉人，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。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邺城，胡人所到之处全是血流成河，尸体被挂在路边的树上，城墙上也挂满百姓的头颅。除了屠城这一手段，因为胡人打仗不带军粮，他们就把汉人当作粮食，女人被叫做两脚羊，先进行一番折磨，再杀掉他们，分而食之，简直是残忍至极的野兽行为。不过呢，在这些胡人看来，吃人不算有违人伦，他们习惯了烧杀抢掠，对待异族更是如此。一时间，汉人死伤百万，整日活在胡族的阴影下。后来西晋灭亡，北方相继成立多个胡族政权，司马氏和世家向南迁居，定新都在建康城，和北方胡人政权分割而治，史称衣冠南渡。汉人百姓也不断向南逃亡，人数多达数百万。来不及南逃的汉人则被胡人管制，胡人定制了严苛的法规，对汉人的税收高达60%，还设立许多酷刑，陆陆续续的出现汉人被虐杀的情况，百姓们整天活得心惊胆战。后来的史学家称为中原沦陷。经过这样的浩劫，当时北方汉人的人口锐减，由2000万降到400万，最后甚至比不上胡人的数量，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。胡人无情屠戮汉人，差点让汉人灭绝。那么谁能改变这个局面呢？面对胡人的暴虐行径，这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，他就是汉人冉闵。当时世家贵族纷纷南迁，留下没有能力的普通百姓。为了自保和反击，这些百姓自行组建一支军队，叫做起活军。冉闵的父亲冉良就在军队里，他只有12岁，却骁勇善战，和羯族的石勒作战也不畏惧。这场战争失败后，石勒抓住了冉良，出于赏识呢，就把他收为侄子石虎的养子。冉良从此为石虎效力。后来冉良战死，石虎收他的儿子冉闵为养孙。此时匈奴和羯族撕毁盟约，开始互相攻击。经过几年有来有回的拉锯战，匈奴前赵分裂，石勒建立羯族后赵。3年后，石勒病死，儿子石弘登基，侄子石虎心有不甘，于1年后篡位夺权，是后赵的第3位皇帝。冉闵作为石虎的养孙，从小就很受宠爱，深得石虎的信任。成年后的冉闵身材高大，继承了父亲的勇猛，被封为后赵的将军。在昌黎之战中一鸣惊人，更加得到了石虎的重用。
那为什么冉闵会走上反胡的道路呢？这和皇室斗争有关。皇帝石虎是个凶残的君主，他常常以杀汉人取乐，每打下一座城市，他就会命令士兵屠城，食人的惨状时有发生。石虎还特别沉迷美色，经常收集漂亮的汉女，要么砍掉他们的头颅放在玉盘里珍藏，拿给周围人欣赏，要么呢就是先奸后杀，把尸体和牛羊肉一起煮熟，再分给属下吃，让他们辨别味道。石虎的种种残忍行径引起了激烈的反抗，这一切冉闵都看在眼里。他虽然被胡人养大，却始终没有忘记汉人的屈辱。残暴的石虎一经离世，后赵朝廷就陷入内讧，几个皇子互相残杀夺位，冉闵就拥立石遵为帝，企图掌控实际大权。接下来冉闵和石氏决裂，他遭到羯族的围剿，先后经历多场恶战，再次削弱羯族的主力军，直接杀死2任皇帝，占据了首都邺城。在这里，冉闵解救汉女20万，杀了石氏一族38人，斩杀数万胡人部将10几万人。从此，羯族对冉闵充满仇恨，不断想要寻仇报复他。冉闵也毫不客气，下达了出名的杀胡令。胡人驰骋中原数十年，杀汉人百姓，夺汉人王权。今天开始就是汉人的复仇之日，我冉闵要杀光天下胡狗。此话一出，震惊了当时所有的胡人。为了报复羯人，冉闵亲自率兵诛杀邺城羯族，死者人数多达20多万，尸体就随便丢在城外，任由野狗啃食。那时，只要长相是高鼻多须的人，都会被当作胡人杀掉。羯族政权最后直接消失了。后来，冉闵顺势建立冉魏政权，恢复了原本的姓氏。冉闵还给东晋传信，邀请他们一同讨伐胡人。可惜，东晋朝廷记恨冉闵称帝的行为，就无视了他的要求。究竟是当世英雄，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？冉闵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呢？经过几十年的入侵，当时中原定居的胡人变多，足足有600多万，而汉人数量却大大的缩水了。加上胡族屠城的血海深仇，因此冉闵杀胡令一出，就得到全国各地汉人的响应，他们纷纷展开对胡人的复仇，史称吴越不战，互为相攻。汉人陆续收复多处中原城市，胡族以为汉人都是胆小的，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凶猛的反扑，顿时心生畏惧，不敢再战。匈奴等胡人只能离开中原，返回原来居住的陇西一带。每个种族都有100万人，有的胡族甚至需要迁回中亚。在回家的路途上，这些胡人部族之间相互打劫，今天匈奴杀羌人，明天羌人杀氐人，总之就是一片混乱。能安全回到老家的胡人，10人中仅有2、3人。冉闵迫使胡人反迁，使他们自相残杀，变相又杀了100万胡人。此时，鲜卑慕容氏发起反击，兵临冉魏城下。冉闵经历一场恶败后兵败，成为了鲜卑族的俘虏。鲜卑首领慕容俊质问冉闵：“你一个奴仆，凭什么当皇帝？”冉闵大声回答道：“你们这些胡狗都能篡权，为什么我就没有资格？”这番话激怒了慕容俊，命人鞭打了他300下，随后送到龙城，在鄂京山将他斩杀。冉闵死后出现异象，鄂京山方圆700里内，花草树木瞬间枯萎，还闹起了蝗灾，连着7个月不下雨。慕容俊感到害怕，以为是老天爷发怒了，赶紧让人祭祀冉闵，还封他为武道天王，想借此平息老天的怒气。果然，就在祭祀当天，天空下起了大雪。得知冉闵的死讯，冉魏的臣子们纷纷自杀，没有一个投降鲜卑族。而冉闵屠胡之后的100年里，由于胡人见识过血腥报复，再也不敢轻视和糟蹋汉人，而是选择和汉人合作。胡人负责参军打仗，汉民则从事农耕。就这样，胡族之中互相消耗，汉人则在农耕中休养，不断恢复数量的增长。五胡乱华时代结束后，中国步入南北朝时代。此时的各个民族之间已经逐渐相互融合。
如果没有冉闵灭胡，号召汉人发起反扑，震慑胡族，那会是什么结果？首先，胡人会在中原繁殖上千万人口，占据汉人的生存空间。汉族也会像另外3大古国一样，最终被异族取代。